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们日月潭旅行的第二天，上午9点钟，我们要来造访小百岳猫兰山。我们先看一下导览地图，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大约要走3公里，到茶叶改良场祭祀纪念碑这边，然后才会抵达猫兰山步道正式的入口，然后大约爬半个小时吧。 就可以登顶猫兰山。哦，有猴群。不能过，你看，好多哦，10几只哎。哇，10几只哎。刚刚遇到游客，他们说昨天有来造访猫兰山，但是步道那边崩塌，现在已经封闭了。不过既然来了，我还是走上去看看。 右侧这里有6栋日式宿舍，这是日本时代鱼池红茶试验之所的日式宿舍。这里有简介：日式宿舍，昭和11年，台湾总督府于猫兰山上设立鱼池红茶试验之所，主要从事红茶之研究、改良及推广工作，为提供员工居住空间。 所以在猫兰山山脚下兴建日式宿舍，现今保存6栋建筑，已登录为历史建筑。现在飘毛毛雨了，我们继续走往茶改厂试验场。念给你听。 我们继续走往茶改厂试验场区管制，非洽公车辆请勿进入。哇，哎，那你来拍好了，我年纪大了。再念一次啊！往茶改厂。 往茶改厂，旁边的山坡都是茶园。我望见茶叶改良试验场、茶改厂的建筑了。这边的山坡都是茶园。我们抵达新井跟吉郎纪念碑。猫兰山步道。 步道入口在这边，因凯米台风造成步道中断，预计封闭是今年11月重新开放。登山客难免会抱怨，因为如果封闭的话，为什么不在山脚下的入口那边公告？要等游客走到这边的时候才发现。今天无缘登猫兰山了，不过没有关系。 至少可以造访新井跟吉郎纪念碑。故祭司新井跟吉郎纪念碑，中华民国38年元月，台湾茶叶公司总经理陈维珍敬题。新井跟吉郎毕业于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他在1926年的时候来到台湾，那1936年的时候被调派到这里。 协助成立鱼池红茶试验之所。后来，他在1941年升任为这个试验之所的支所长，也是最后一任的支所长。那他在任职期间，成功的种植出锡兰红茶，所以后来整个鱼池地区有3000多公顷种植锡兰红茶，当时占台湾红茶外销93%，所以新井跟吉郎也获得 台湾红茶之父的美誉。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当时新井跟吉郎很完整的将红茶制造的技术交接给国民政府的接收人员，所以当时国民政府还特别将他挽留下来，没有遣返日本，他就一直在这边任职，一直到1946年病逝为止。所以在民国38年。 这边的员工就为他建立了这一座纪念碑。不过新井跟吉郎的事迹在日本没有人知道，一直到2008年，他的一位老同事
来到日月潭，那带着当年的老照片，回到昔日的工厂，想要在这边缅怀往事的时候，很惊讶的发现，台湾人竟然建了一座纪念碑，在纪念他的老同事，所以他当时大为感动。也因为他带来老照片，让当时正准备筹建新井根吉郎纪念铜像的制作单位得到了参考，所以在当年5月顺利的制作出铜像。新井根吉郎在1946年病逝台湾的时候，享年42岁，所以他可以说是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台湾。而且不止如此，在1936年的时候，他是带着全家人来到日月潭这里任职，所以他的妻子也比他更早病逝在台湾，他的2个儿子也很早就病逝，所以他身故之后，只剩下一位18岁的女儿，就带着他的骨灰离开台湾，返回日本。而这艘船又不幸遇到船难，他的女儿被救起，而新井根吉郎的骨灰就沉没在台湾往日本的海上。2007年，奇美实业董事长许吴龙先生来到日月潭旅行的时候，得知新井根吉郎纪念碑，也因此认识了他的事迹。后来他就制作了4尊新井根吉郎的纪念铜像，一尊放在这里的茶叶改良场，一尊放在奇美博物馆，一尊放在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一尊致送给新井根吉郎的故乡。不过今天不知道有没有缘可以看到这尊铜像。茶叶改良场有一栋建筑是历史建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参观。非洽公车辆禁止进入，我们是非洽公行人。前面这里有猫兰山步道的导览图，这里有一座观景平台。哇，这里就可以望见日月潭的湖景了。那边看起来，那个石阶应该是日本时代的石阶，石阶2侧的茶树被剪出2个茶字。啊，可惜禁止进入。这牌子看起来已经非常老旧，应该已经过有效日期了。不过没有写有效日期。啊，算了，虽然门是开着，不过人言可畏。猫兰山步道，其实这里也有车道可以通往猫兰山山顶的气象站。我去问一下警卫好了。我要离开茶改场了，我现在变成是一个人的旅行了，因为缓急之需，人皆有之。老婆是急，我是缓，所以她先下山了。哦，我看到了，树林那一栋，墙壁有点黄黄的，那一栋是日本时代1936年兴建的鱼池茶叶事业分所的茶叶工厂。今天只能远远的透过树林望见这栋历史建筑的部分身影而已。新井根吉郎的纪念铜像可能就在历史建筑里面吧。这就是旅行的际遇。不过以我个人的经验，通常学校的警卫会比较有弹性。如果说我要进去校园拍一下古迹，他们通常都会通融。那政府部门的警卫可能就比较尽忠职守。那我现在离开了。今天的旅行当然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不过也不是很大的遗憾。
其实我主要的目的还是想来介绍新井根吉郎纪念碑。毕竟猫兰山是小百岳，大家应该都知道，也没什么可以多介绍的。但是这座纪念碑，我想让所有台湾人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一位祭司，为台湾的土地做出他的贡献。不管他来自哪里，只要对我们土地有贡献，我们都应该永远的记得他，纪念他。那我要下山了，就跟我老婆会合。好，我又回来了，因为我登山杖忘了拿，应该是在观景平台那边，看见我的登山杖了。啊，再看一次日月潭的风景。我一直觉得这个禁止进入的牌子应该是过期了。我要再次离开新井根吉郎纪念碑了，现在真的要下山了。现在也飘雨了，不过我就不撑伞，淋一点雨也是应该的。我回到鱼池红茶试验之所日式宿舍了。当年新井根吉郎一家可能就住在这6栋日式宿舍其中之一吧。不过这边的导览资料并没有写，所以我也不确定。那我们今天的猫兰山之旅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猫兰山步道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欢迎您点选网址，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